各位朋友，76岁的马英九一生温吞，讲究体面，如今呢却像变了个人。董事会7人只来他一个，全体董事会认为调查小组证据不足，理由充足，他偏要偏信。根据这个综合的消息称，他以董事长的身份应告跟随自己20年的亲信萧旭岑，不再只是开记者会放狠话，而是要移送司法，不惜玉石俱焚，而且呢要大大的损害刚刚他亲手扶上马的这一届国民党的领导层。郑丽文把他的心腹给提拔成了党内的副主席，这回要把国民党的副主席给送到监狱里边去，外人都看不懂了，到底萧旭岑拿走了他什么呀，能让这位耄耋老人如此固执，不留半点情面呢？盖因逃脱不了人性。4月17日，马英九基金会创始董事顾问廖继斌接受采访，称自己亲自拜访了马英九，马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而萧旭岑则属于见利忘义。按照廖继斌的说法，马英九对于萧旭岑、王光慈的行为十分痛心，称两人经常前往大陆，存在台商捐款未入账的问题。此外，廖继斌认为马英九基金会的人事权完全掌握在马英九手中，所谓董事会无权制约。而萧旭岑则回应称，没有必要对只言片语进行回应，背后的人也一一浮现。他对自己的清白非常有信心。从萧旭岑的回应可以看出，他认为廖继斌与金溥聪一样，都是此次马英九基金会内部风波的推动者。而从廖继斌的表述也可以看出，他对萧旭岑极度不满，二人确实存在私人恩怨。原来萧旭岑电话通知廖继斌辞去董事职务，引发了后者的不满。廖继斌站出来指责萧旭岑，背后应该有金溥聪在操作。4月13日，也就是郑丽文、萧旭岑访问大陆返台的第二天，马英九基金会就发布声明。结果也在同一天，李德维、薛湘川、尹启明组成的3人调查小组打脸马英九基金会的声明，双方展开一轮口水战。李德维3人也是马英九基金会董事，这说明马英九基金会内部对于萧旭岑、王光慈的态度存在不小分歧。目前3人调查小组仍在调查当中，尚未有任何结果。廖继斌此时跳出来指责萧旭岑，其实站不住脚。更何况在马英九办公室公布的联合报专访逐字稿中，马英九状态确实不佳，多次重复表达。马英九基金会风波闹到现在，马英九仍未接受视频媒体专访，这也足以说明问题。更为可笑的是，马英九本人都承认自己记性不太好，廖继斌却坚称马英九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其实从廖继斌的表态以及马英九接受专访的逐字稿可以看出，邱毅的猜测很可能就是事实，也就是说萧旭岑确实接受了台商捐款，但马英九对此心知肚明，将这笔钱用于救急。结果马英九遗忘了这件事，在有心人士怂恿之下，对萧旭岑与王光慈出手。萧旭岑多次主动求见马英九，都被后者拒绝，这也凸显了马英九没朋友的特点。马英九在台湾政坛风光30多年，对自身要求确实非常高，但与此同时，马英九对身边的人确实展现出无情的一面。例如马王政争之后，罗志强辞去副秘书长职务，曾有一段时间处于失业状态。等到罗志强重返政坛，马英九也没有提供多少直接帮助。以萧旭岑为例的行为，难道就一定要赶尽杀绝？廖继斌称，马英九对萧旭岑很好，将他从一名记者提拔为执行长。萧旭岑的做法属于见利忘义。但换一个角度来看，马英九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后，遭到民进党司法追杀，不是萧旭岑鞍前马后跟随他近10年。马英九在没有充分听取萧旭岑本人解释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将其逐出马英九基金会，这种做法非常不妥。更何况萧旭岑已是国民党副主席，是郑丽文处理两岸事务的首席幕僚，如果萧旭岑被击垮，必然会牵连郑丽文的两岸政策与整个国民党中央。
马英九为了自身清白，既不顾及国民党中央，也不顾及两岸关系。这个事情呢，马英九呢不打算善了，还是越闹越大。其实呢，这里边呢，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萧旭岑到底拿走了马英九什么呀？让马英九如此的不依不饶呢？表面上看啊，马英九抓的是钱，基金会呢一笔台商的捐款未入账，指控萧旭岑违反财政纪律，中饱私囊。可是熟悉内情的人都清楚呢，这笔钱数额不大，来源模糊，更像是两岸交流里常见的灰色经费。过去呢，马英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突然拿这个开刀，根本不是为了那点钱。萧旭岑也直接反驳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现金，所有的行程经费流向都向马英九报备过，甚至获得他的首肯。真正让马英九发疯的从来不是账上的数字，而是萧旭岑拿走了他更在意更不能忍的4样东西啊。第一样，拿走了他的权力的权杖，基金会的控制权。萧旭岑不只是执行长，是马英九卸任后政治生命的大管家，基金会的公章董事长章、大小章、人事权、财务权、两岸交流的主导权全在他手里边。2025年底，萧旭岑当上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彻底的倒向了郑丽文，把基金会从马英九的私人机构变成了郑丽文两岸路线的执行平台。更让马英九炸毛的是，2月人事冲突的时候，萧旭岑一方当场带走了基金会的大小章，导致交接瘫痪。对马英九而言，这不是违规，是夺权。他晚年唯一的政治阵地、安身立命的权力符号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抢走了。为此呢，他把在越南旅游的金小刀找了回来。第二样，拿走了他的政治遗产，两岸交流的主导权。马英九卸任以后，靠基金会办大陆参访、青年交流，把自己塑造成两岸和平的守护者，这是他最在意的历史定位。可是萧旭岑投靠郑丽文以后呢，带着基金会的资源，跟着郑丽文跑大陆，行程规划、交流节奏、对外发言，全按郑丽文的来。马英九从主导者变成了旁观者，过去的蛮核心的两岸格局被萧旭岑亲手拆碎。在马英九眼里边，这不是工作调动，是背叛，偷走他晚年唯一的政治光环，而郑丽文就成了拆他墙的人。第三样，拿走他的绝对忠诚，20年的亲信的反水。萧旭岑从2010年跟着马英九是贴身幕僚，执笔8年执政回忆录，4次陪他赴大陆，新加坡会晤也在身边，是最懂马英九的人。这种主仆情谊，马英九向来看得极重。可是萧旭岑为了政治前途，选择郑丽文，放弃马英九，还在基金会内部安插人手，架空老长官。对76岁的老人来说，钱可以忍，权可以让，但是被最信任的人背叛是奇耻大辱。这不是财务纠纷，是忘恩负义，他必须用提告讨回尊严。为此他逼萧王2人辞职，请金小刀将他的嫡系人马戴霞玲担任执行长。第4样，拿走了他的体面掌控，晚年的权威与听话。马英九年纪越大，越固执，越容不得下属的质疑，越要掌控一切。过去萧旭岑言听计从，现在不仅不听，还公开反驳，所有的事都经马英九同意，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董事会董事们都站萧旭岑，说先调查暂缓提告，马英九被集体忤逆。对一生好面子讲规则的他来说，权威被挑战，听话的人反水，连自己的基金会都掌控不了，这种失控感比杀了他还难受。提告不是为了查案，是为了证明我还是董事长，我说了算。所以
他在日前企图增加绿营的董事会成员，改组董事会不惜拉这个民进党的人入伙所以萧旭岑没拿走巨额钱财，却拿走了马英九最在乎的4样东西：权力、遗产、忠诚、体面。对76岁的老人来说，这4样是晚年的全部支撑，被亲信一一夺走，才会让他不顾董事会的反对，不顾蓝营内斗，不顾外界嘲笑固执，非要提告。在他看来，这场风波不是查账，是关于他的尊严保卫战。他不是恨那笔没入账的钱，是恨自己老了，权没了，最信任的人走了。而作为原法务长官，认为提告是最后一招，是保住他仅剩的权威与体面的最后障碍。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老人的信赖感容易被人利用。说到底，还是马英九把基金会、把两岸关系当成了自家的私产，不甘寂寞而被人利用。如果仅是此事，关系倒是简单。郑丽文与萧旭岑乃至国民党应该拿出智慧请马家的大姐婆姨出面做好解释工作，拿出解决方案，切断干扰其判断的乱源美国和民进党的那些人他身边的人不能让其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哎呀，这个事情如果原委还更深，涉及到马英九在美国的家属，马英九是被美国人控制了，那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各位，你们同意这种判断吗？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